他以500士卒击败秦国50万大军，他厉行变法，使楚国稳定地位，却因变法导致楚国贵族怨恨，被乱箭射死在楚王遗体前。他就是战国初期的兵家亚圣狠人吴起。吴起，魏国左氏人，今山东定陶县，战国初期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改革家，兵家的代表人物。通晓兵法如3家思想，著作有《吴子兵法传世》，与兵圣孙武并称为孙吴。看样子，战国时叫起的人都不简单。吴起出生于魏国一个富有家庭，为了给吴起买官花了很多钱，但是魏国的官已经被更有钱的人给买光了，所以吴起家搞得倾家荡产都没买到。因为此事，吴起还遭到了同乡的嘲笑。吴起这暴脾气一起来，就把嘲笑他的都杀了。这就是古代键盘侠的下场，遇见暴脾气的时候，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吴起杀了这么多人，老家肯定是待不下去了，于是吴起便去了鲁国，拜于曾参之子曾参的门下学习儒术。本来学得好好的，就因为吴起母亲去世的时候，他既没回去，也没守孝，但是在住的地方哭了几场。这吴起没有回家守孝，这和儒家忠孝的信条不符。曾参认为吴起这小子不孝，不配做儒家的学生，就和他断绝了师徒关系。吴起也就转了专业，入了兵家，改学了兵法。吴起也是给自己争气，很快就在鲁国混了上去。公元前412年，鲁元公17年，齐宣公出兵攻打鲁国。鲁元公此时无将可用，便想到了吴起。但是有个问题，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，万一打着打着去帮齐国了咋办？吴起自己也渴望建功立业，为了鲁元公打消疑虑，手起刀落就将自己的妻子杀了，就是这么狠。这便是吴起的杀妻求将的故事了。吴起杀了自己的妻子以后，就被鲁元公派去对付齐国了。吴起也是没有让他老婆白死，将齐国打得落花流水，吴起也就顺利的升官了。这时候就有人跳出来给吴起穿小鞋，在鲁元公耳边说吴起坏话，他为了升官，老婆都能杀，万一哪天想当国君了，要把您杀了呢？吴起一看这种情况，那我还是走吧。于是吴起离开鲁国，去了魏国。公元前409年，魏文侯38年，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，攻下了秦国河西的临近原里，并在两地修筑城池。次年，吴起再次被派去攻秦，秦国被打的只能退守，魏军成功击败秦军，并且将秦国的河西之地全占。魏国也在此地设西河郡，由吴起担任首任郡守。吴起在担任西河郡守时期，改革魏国的兵役制度，创立了传说中的魏武卒。魏武卒放在现代军队中就是特种兵，当然魏武卒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，要经过层层的选拔，只要通过选拔成为魏武卒，便可享受免除全家徭役的待遇，更加出色的还可以提拔为中下军官。选拔时还会将擅长不同武器的士兵分开，充分将士兵的能力发挥到最好。吴起的魏武卒也为魏国的霸主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公元前389年，魏武侯7年，秦国为夺回河西之地，出兵50万攻打魏国。吴起向魏武侯要了5万没有军功的士卒，还有500乘战车和3000骑兵对抗秦军。在魏国占领河西之地后，秦国也是多次攻打，但都被魏国成功守在了河西之地。这次也一样，在装备精良、士气高昂的魏武卒面前，秦国军队如同被宰杀的羔羊一般，50万军队被吴起率领的魏武卒绞杀殆尽。此战，魏国不光保住了河西之地，还引发了诸侯悲秦，不以会盟。在此之后，秦孝公、赢渠梁期间，没有一个国家和秦国有过结盟。公元前387年，魏武侯9年，吴起又遭到同僚迫害，便离开了魏国，投奔了楚国。在楚国刚开始是在宛城担任太守，1年后升任为令尹。令尹是楚国最高的官，总揽楚国军政大权，一般都是由楚国的贵族和贤能担任，很少是楚国贵族以外的人。如此可见吴起的才能和楚王对吴起的信任。
吴起担任令尹之后，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具体的措施有以下几条：一是制定法律并公布于众，且楚国官民都要全文背诵。这一条是为了严明纪法。在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变法之前都大为人治，便是人的权利大于法律的权利。各国变法以后的法治是只要犯法就要决然依法惩处，有多少惩处多少。二是取消贵族的特权，并让贵族到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发展，这是为了楚国偏远地区的发展，也是削弱贵族的势力。三是裁撤官员，并且削减官吏俸禄，将节约下来的钱用在强军上面。毕竟有了强大的军队，什么牛鬼蛇神都不用怕。四是纠正楚国官场风气，惩治贪官污吏。这贪官污吏少了，为国家着想的人就多了。五是纠正楚国的不好的风气，禁止走后门。六是使用新的方法建设城池，这点是为了提升城池的防御力。吴起变法实施以后，楚国国力大增，强大以后的楚国南攻百越，将疆土扩展到洞庭湖一带，并与赵国共同打败魏国，奠定了楚国的地位。战国时的各个诸侯为了强国都曾实行过变法，虽然变法的时间和方法不一样，但目的都是为了富国强军，稳定国家朝堂，限制贵族的特权。只有法治国家才能强大。但当支持变法的君主死了以后，新任国君朝堂未稳，旧贵族势力便会再起，将侵犯了他们特权的人杀而后快。如秦国变法的商鞅来讲，秦孝公死后，新上位的秦军嬴驷就被旧贵族逼着将商鞅五马分尸了。我们再来说回吴起。公元前381年，楚悼王21年，就在楚赵两国战胜魏国之际，楚悼王去世了。吴起去为楚悼王哭丧，积怨已久的贵族们就准备在这个时候对吴起动手。吴起急中生智，想到了楚悼王的尸体。楚国有法律，伤害亡者尸体的诛3族。楚国贵族们已经不想那么多了，将吴起射杀，楚悼王尸体也未能幸免于难。新即位的楚肃王便根据规定，将射杀吴起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都处死，而受牵连被灭族的就有70多家。虽然吴起死了，贵族也死了那么多人，但楚国贵族还是没撒气，最后还是将吴起的尸体车裂了。名震天下的吴起最后连具完整的尸体都没有，狠人吴起也就此谢幕，而楚国变法也以失败告终。吴起的一生也是波澜壮阔，充分地演示了什么叫做无毒不丈夫，杀妻求将。为了自己升官，老婆都可以杀。但吴起对军队将士却很好，留下的五子兵法也是说要以仁义治军队。他的军事才能也是有实实在在的战绩可以证明，为魏国夺取秦国河西之地创立五族制。5万魏军击败50万秦军的壮举，使得秦国不敢东出函谷数十年。在楚国的变法虽然生死失败，但也对楚国起了一定的作用。那么大家对吴起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